我有100斤苹果，我想标价100万拍卖，大家觉得可能吗？我告诉你答案啊，不但可能，而且大概率能拍出远高于100万的天价。我只需要先给我的苹果包装一下，这不是普通的苹果，这是王维的苹果。我的每一个苹果都有专人1对1精心培育，从开花到结果周期1年，就负责这一个苹果。培养周期精确到秒，施肥数据精确到毫克，就连什么时候吃能品尝到最佳的口感都给你计算的明明白白。就问我这一个苹果加上这些成本，你觉得多少合适？如果你看穿了我的骗局，我故事的漏洞，不要紧，我的目标用户压根就不是你，我只需要雇一批水军到处传播，用不同的方式炒作，哪里人多就往哪里钻，有的是人愿意买单。不为别的，就因为这个苹果背后的故事。哪怕这个苹果其实并不好吃。本期话题有点特殊，不涉及政治，又跟政治密切相关，话题本身也不算敏感，但又比任何话题都要敏感。因为这期内容的主题关系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在当下这个时代背景下对中国历史民心的认知。民心不可为，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那么什么是民心？人民的共同意愿吗？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谁能保证他了解到的所谓的大势所趋的民心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心所向？如果有人觉得他可以，那么请问这个结论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出来的？网络舆论吗？还是正儿八经的做过民意调查总结出来的学术成果？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网络民意？说白了就是活跃在网络上的人民意愿。我知道民心这个词在我们中国有着很悠久的历史，不论是孟子的民本思想，还是封建帝王的以民为本，上下几千年，时时刻刻都在渲染着民心的重要性，以至于如今的我们几乎所有人的心中都存在着一个牢不可破的共识：民心不可为。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网络民意也就是民心呢？并不是呀。网络民意虽然也是民意，但跟真正的民心完全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最起码在当下这个时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以前的民心所向是宏观带动微观，因为信息传播渠道限制，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受到周围发生的变化，直到量变产生质变，或者有识之士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这叫民心所向。现在很多人口中的所谓民心所向，则是微观带动宏观，靠的是舆论，靠的是对某一个单一事件影响力的放大，引起人们情绪的共鸣，这叫网络民意。举个例子吧，前段时间举国沸腾的那件事，8月2号之前到处都是鹰派言论，什么民意不可为、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之类的词汇，大家应该也看到过不少。结果呢，8月2号当天给出来的答案不一样，当即就炸了，一副满腔热血付诸东流的意思，甚至还有人直接就对国家表露出了气馁情绪。虽然后来知道这是国家的大战略，很多人也都表示是被有心人带偏了节奏，可有几个人能注意到8月2号那天晚上受到伤害最大的不光是很多人眼中的满腔热血，更多的是国家公信力啊。又有几个人注意到这次舆论事件的底层逻辑其实跟日常生活里边的那些热搜差不多，谁能抢先一步引起民众情绪共鸣，谁就占据了舆论高地，掌握事件的话语权，事实的真相反而成了次级判断依据。要是碰到那种没有直接证据的，甚至有可能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这就是网络民意的本质。那么请问现在大家还觉得网络民意跟真正的民心是同一个概念吗？如果大家还觉得是的话，那我只能说大家未免把真正的民心、真正的人民意愿看得太廉价了。有权威机构统计截止2013年，中国网民规模5.91亿，通过手机上网的比例更是高达78.5%。发展到现在，我都不用列数据了，大家就看看周围上到80岁老人，下到7、8岁小孩，还有不会用手机的吗？就算是有，应该不多吧。这就是网络民意的基础呀。这种状况好的一面就是信息爆炸时代的到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借助网络更快地了解社会现象以及社会事件，信息传播效率更高。还有一面就是公众借助网络才能实现的对社会建设、自身权利保护以及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公共道德的伸张等等社会事件的间接参与。我不能说它不好，因为它确实有效提升了人民意愿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比重，而且还能更快反馈出一些新政策的社会契合度，方便进行正确且迅速的调整。国家对此也是保持肯定和鼓励态度，但我也不能就因此而说它真的很好，因为这种情况还有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民意对政策的裹挟。这里又涉及一个知识点啊，政策顺应民意这是好事，符合中国文明一路传承下来的核心价值观，以民为本，重视人民。但民意裹挟政策不见得就是好事。因为信息爆炸时代的到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轻松接触到海量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往往都是碎片化的信息，这就导致我们每一个人最终接受到的信息往往不够全面，甚至内在逻辑都不完整，跟国家级的战略决策完全就是天壤之别。
那么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被民意裹挟了政策，大家谁能保证最后做出的决策就一定是最有效的决策？举个例子吧，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左翼运动起因很简单，日本政府签订日美安全条约，引起了国内民众的抵触情绪，觉得这是把日本推进了深渊。可结果呢，要是没有这份条约，重启日本的重工业体系以及源源不断的军需订单，大家觉得日本还有机会踏入发达国家行列吗？这还只是最基础的，因为在我们国家，大家日常活跃的网络是有一堵墙存在的。这堵墙不是限制，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保护，保护我们远离战争的残酷。现在的我们确实强大了，但如果真要面对战争，大家谁能保证他对战争所产生的巨大消耗做好了心理准备？谁能保证他对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整体地缘态势拥有足够清晰的认知？先别急着站出来啊，个人代表不了集体。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热搜，一些舆论八卦尚且能搞出一波三折、无限反转的戏码，还分析国际局势，这不是开玩笑吗？说的难听点啊，要不是国家替我们扛下了这面大旗，扛下了外部压力，这就是坐井观天。这种情况下，要真是被网络民意裹挟了政策，大家就不觉得草率吗？最重要的，很多别有用心的人也抓住了这一点。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称呼——水军，他们利用的就是网络的隐蔽性以及信息的碎片化。因为在当下的网络世界，海量的信息让太多人逐渐养成了根据自己喜好筛选信息的习惯，久而久之，长期的定式化、程序化、过度的自主选择，让这些人又养成了一个只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习惯。比如我开头说的那个例子，王维的苹果，这个习惯在学术上被称为信息茧房。看似依旧活跃在公共区域，实则早就成了与世隔绝的孤立者。这就是网络水军的背后逻辑啊！用不同的方式重复渲染同一个观点，但凡有一个观点能够引起大量用户的共鸣，就完全有机会实现一呼百应的效果，成为所谓的意见领袖。还拿8月2号那件事来说，水军利用的就是人民的爱国情怀。毕竟不管怎么说，先有国后有家，这是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客观存在的认知。剩下的就是我们普通人在看到这种信息后，因为认知的不足而错误判断这就是正确的认知，甚至自发的向周围传播扩散，直到大部分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到了这种错误的认知，诱发舆论热议。和平演变、文化入侵之类的，用的也是同样的套路，而且还是组合套路，利用舆论人为打造出所谓的意见领袖，不断扩散传播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负面信息，甚至是扭曲中国历史的正面积极意义。目的就是想让对中国历史认知还不够清晰的那部分人自我否定，甚至对中国历史产生敌意。剩下的就是趁机通过影视作品、艺术作品、文化工业商品等等文化衍生品传播他们那一套文化价值观，进而实现他们所谓的文化入侵、渗透，甚至是和平演变的阶段性目的。大家可以试想一想，如果大家还天真的把网络上所谓的意见领袖当成民意代表，天真的把那些经过层层伪装的网络民意错误判断成了真正的民心所向，甚至因此而造成民意裹挟政策的严重后果，参考上世纪60年代某岛国的左翼运动，那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中国文明的独特性还有办法保证？我也不想在这里呼吁大家保持理性思考什么的，没意义。先不说树立正确的认知并不容易啊，生活的压力也让很多人压根腾不出精力去做额外的思考。大家活跃在网络，多数还是为了娱乐，为了排解压力。还有一点，现在节奏太快了，很多人可能都看不到这里，早就跳转出去，转到下一个视频了。但我还是想说，就算大家不愿意去刨根问底浪费精力，最起码的不火上浇油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吧。尤其是面对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更要保持理智，时刻提醒自己，当下所看到的或许并非事情的全部真相，不能被有心人牵着鼻子走呀，更不能自乱阵脚，让他们再飞一会儿。等整合到了足够的信息，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了足够清晰的认知，我们再去提出自己的观点，也不算迟。再说，就算大家看不到这里，其实也不要紧。我想表达的观点，网络民意和真正民心所向这两个概念的差异，早在开头就说出来了。或许现在不太明白，但这个种子已经埋下了。生活中的那些例子足够作为这个种子的养分，慢慢发酵，让大家真正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我是大木，我们下期再会。